好，我是白花树娃娃，欢迎收看娃娃拇指琴初级教程第9课。今天这堂课我们要来介绍一种新的拇指琴识谱法——简谱。简谱呢是用数字来记录音符的简单记谱法。拇指琴的简谱分为单行简谱和双行简谱。单行简谱呢是单音谱，比较简单；双行简谱呢是演奏谱，会比较复杂。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简谱长什么样。会有一个1等于字母，表示调号。这个不用太在意，因为不同调子的琴简谱都是通用的。接着是一个分数，表示拍号，竖线代表小节线，数字1到7代表音符，0代表休止符。下面介绍一下简谱的读谱方法。简谱是从左往右，一小节一小节的弹。如果遇到双行简谱，需要2行同时弹。第一行是主旋律，力度要重，使劲点弹；第二行是伴奏音，力度要轻，温柔点弹。同一竖排出现的音需要同时弹奏，也就是双音或者滑音。我们今天先来学习单行简谱，双行简谱我们会在中级教程中详细介绍。简谱和数字音贴是一一对应的，我们对照简谱上的数字，按响相应琴键就可以，非常简单。最中间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接着是上面带一个点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最后是上面带2个点的1、2、3。0代表休止符，需要停止弹奏，休息一下。那么弹奏或者停止需要持续多长时间呢？我们需要认识一下简谱中常见符号的种类。先看一下基本符号，音符和休止符的表示方法是一样的。单独数字表示4分音符，时值为1拍。数字下方的下划线表示减时线，每增加1条，时值减少1半。比如数字加1条下划线表示8分音符，时值为半拍；数字加2条下划线表示16分音符，时值为1/4拍。数字右边的横线表示增时线，每增加1条，表示增加1拍。譬如数字右边加1条横线表示2分音符，时值为2拍；数字右边加3条横线表示全音符，时值为4拍。增时线不用弹，但是时值要空出来。如果你对简谱中的音符和休止符不熟悉，可以去下载我做的这一张简谱中常见符号汇总表，我会把链接放在评论区。除了这些基本符号，简谱中还有一些特殊符号。数字右边的小圆点叫做附点，它会把原有时值延长1半。2个相同数字上方的弧线叫做连音线，我们只需要弹左边的音符，右边的音符不弹，但是相应的时值要空出来。简谱中有3种不用按键，但是需要空出相应时值的符号。第一种是连音线，也就是2个相同数字上方的弧线，我们需要空出第2个音符的时值。第二种是增时线，也就是数字右边的横线，一个横线空1拍。第三种是数字0，代表休止符，它的时值刚刚有介绍过。其实大多数情况下，拇指琴谱中的0应该用连音线或者增时线表示的，但是为了大家读谱方便，才用0来标记，因为线太多了容易眼花。最后我来简单的总结一下简谱的优缺点。简谱的优点呢是特别简明清晰，看着很舒服，读谱比较快。它的缺点呢是如果你不熟悉键位，可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找到琴键。我们的对策呢就是多练习，熟能生巧。当你熟悉了每个音的键位以后，你看到数字就知道要按哪根键，甚至可以做到盲弹。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下节课呢我会通过几首简单的歌曲对这节课的内容进行一个巩固，记得来看哦。如果大家有问题，可以在各大平台搜索白花树娃娃，找到我给我留言。我们下节课见喽，拜拜。